号称强于中国高铁的印度高铁，为何在第一次运行时就出事儿了？印度铁路交通与中国差距有多大？现在随着时代的高速发展，快速出行已经成为了人们的最佳需求。因为看到了时间的宝贵，都希望能够花最少的时间坐最快的车，从而可以达到最快的效率。所以出行的速度就成了人们的第一诉求。而此时就需要有一种新型的高速通行工具来满足人们的日常出行需求，而这个工具就是高铁。我们都知道，中国近年来一直都在致力于高铁的建设，不管是在中国的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中国高铁的身影。因此，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名片，也是由于中国在基建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被世界广泛地称之为基建狂魔。而就在世界各界都对中国的高铁技术表示赞叹之时，这时候就有一个国家跳出来叫嚣着说，自己本国的高铁技术已经超过了中国高铁，而且高铁的速度也比中国快。那么在世界各国广泛认同中国的时候，会是哪个国家跳出来这样说呢？这个国家就是印度。一听印度，大家应该也是对于这样一个国家，不管他发出怎样的言论，那都是习以为常的了。因为到最后都只不过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是成了世界的笑柄。对于印度这样的行为，大家可能也是见怪不怪了。提起印度的列车，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火车车顶与车身都挂满了人，列车行驶速度奇慢，乘员在火车行驶途中随时跳车上下，连车票都免了。在过去，印度的铁路交通长期如此混乱。不过，印度政府也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开始对铁路进行改革。为此，印度开辟了不少高速铁路线路，以提供优质的列车与服务，希望改变人们对印度铁路的差印象。而此时，中国的高铁正在飞速发展，印度便一直处处要对标中国，甚至提出赶超中国高铁的口号。2019年，印度一辆全新的列车开始运营，号称印度最快列车。印度总理莫迪也亲自到达现场主持通车仪式，不少印度人在网上叫嚣，这辆印度自己生产的高铁火车技术上要比中国高铁强，但是印度这次打脸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就在印度叫嚣自己的高铁技术超过中国后，竟然在不到2个小时，印度的高铁就出问题了，这可能是史上打脸速度最快的时候了，也使得印度一下子就成为世界的笑柄。因此，这消息一出，有国内网友就评论说：“三哥，你是来搞笑的吗？”对于印度这番无厘头的行为，还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呢。因为好好的高铁怎么会撞到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事情是怎样的。据报道，印度这次发生事故的是致敬印度号列车，而这也是印度国产首辆准高铁列车。在试运营的首天，从印度北方邦北部的拉瓦纳西开往新德里往返途中运行就出现重大问题，即撞上2头飞快奔跑横穿铁轨的牛，从而使得车头严重的变形。而且这高速的撞击还导致了高铁的控制系统完全损坏，从而使得列车不受控制的倒退，最终被迫距首都约120英里的车站停靠。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就在第2天，印度的高铁又一次发生了事故，车厢内平白无故地冒出阵阵白烟。这还没有结束，继而等到第3天，印度高铁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印度的民众开始破坏车厢内部的设施，随意拆走车上的设备，甚至还有人砸碎了高铁的车窗，使得这辆高铁完全变得面目全非，接近于报废的状态。这也是给印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么印度的这辆致敬印度号列车真的是高铁吗？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遭受到破坏？据报道，印度的这条国产高铁投入了120亿，而且从建设到投入试验，印度国内上下都十分重视。而且在测试阶段，印度的铁道部长还吹嘘这辆列车的速度与飞机一样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这趟高铁上线后，印度总理亲自前往剪彩，可以说给予了这条高铁很大的厚望，但是结果却大大的打了印度的脸。据悉，印度的这辆高铁最大的特点就是奢华，内部装饰十分华丽，每一个座位前边都配备有液晶显示屏，并且还能进行联网，座椅的材质都选择真皮，造价高达9.7亿卢比。如果比豪华程度，印度高铁一定是世界第一。
但是印度高铁的速度并不快，时速只有每小时160千米。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印度的这辆致敬印度号列车都算不上高铁，只是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而且质量也是不过关。所以印度根本没有注重高铁建设的质量和可持续的发展，而只是一味地追求高铁的建设速度，而忽略了对高铁质量和配套设施的把关。因此造成如此巨大的后果也是必然的事情，还叫嚣自己的高铁技术超过了中国，结果到头来还是打了自己的脸，真的是得不偿失。反观中国高铁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行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截至2020年末，中国高铁总里程达3.8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中国一如既往的低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中国高铁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中国更为厉害的成就就是，中国的高铁几乎每年都在亏钱，而且差不多每年亏损在5亿。但是中国还是在加快对高铁建设的发展，充分地认识到了要致富就要先修路的道理。不过里面还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意义，那就是高铁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长足稳定发展，因为只有交通便利了，经济才能得到发展。所以铁路建设就是先投资为后续铺路，有了活力就有了更多的贸易往来，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内循环。并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之上，任何经济的发展实际上都需要有一个前期大规模投入，后期缓慢回收的过程。但是由于铁路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修建铁路实际上都是一笔非常值得划算的买卖。并且中国高铁如今已经成为中国速度的代表和象征，也是在国际舞台上彰显大国形象。而且中国在铁路交通方面已经开始向未来布局。2021年7月20号，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引起全世界关注。时速600公里的青岛磁悬浮也获得地表最快、贴地飞行这样的称号，可以说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其最快的地位难以撼动。所以印度还真的需要向中国学习，学会正视自己的发展国情，能够看到本国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总是打肿脸充胖子，一味的去叫嚣自己的实力。这样的结果也只会是打自己的脸，而不会有实际性的收获。印度还真的需要从这么多次的失败中出来，学会正视本国的国情，专注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才是上策。